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4号。昨天晚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失业率是大超预期，很多朋友是搞不懂这一个数据到底要怎么来解读，是一个利好还是一个利空？我想跟大家讲，不要散户思维，它对大长线就是一个利好。等下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但是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它这个位置还是在箱体震荡，并不好操作。我已经有几天没有操作了，前面短线0.09再追了一点这个狗狗币，在这个位置到现在也没有卖，最近已经停了有几天了，没有操作，因为也是昨天跟大家讲的，我估计昨天这一个美元指数还没有开盘，就是这一根 K 线是非常明显的，有可能是一个多方的转折。那既然美元指数现在已经上来了，我估计有可能就是要反弹一段时间，所以比特币观点是先停一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是继续震荡？主要就是主力的思维，它是逆向在操作。很多人觉得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是一个利好，看空间空间高档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这一次也是一样，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主力就是在逆向思维大家都在看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在这个位置追。那昨天这一根大量，就前一天这根大量在追的，昨天收盘已经是收在这个下方，所以短线不是说真的要大跌下去。等下来跟大家讲，这里面还有一个形态跟这边的形态它是不一样有可能它还是区间震荡。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短线的图形其实再担心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那我昨天视频在结尾的时候是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这一个大量，我们短线要去观察，它收盘不能收在这一个下方现在是感觉是有一点触及这一个下沿的位置。就短线来看，其实上去是建议不要追，因为现在感觉连续2天下跌的时候都有量，那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空方的量。如果它真的在重心下移，还有4个小时，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连续上影，如果再配合这一根 K 线上涨跟这一根 K 线下跌，它类似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塔形，所以这个位置昨天也是有反弹，但是曲折又下来。我现在想讲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也就是4个小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布林线。昨天我在 Discord 社群建议的这个频道里面也是有跟朋友们讲，比特币短线如果要搞，你看一下4个小时有没有再一次破布林线下轨的位置不过也是以短为主，因为昨天它还是在这一个中轨上方，但是现在到今天早上，这个中轨感觉也是有一点破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没有方向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如果要搞的话，我们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有破这个下轨的位置，这是针对超短线的。当然整个中线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你尽量以这个区间来观察，有可能它要整理很长一段时间，到时候看会不会去挖坑。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形态就是这个 K 线的形态跟前面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一根 K 线上涨以后，跟这一根 K 线上涨，可以同样来观察它后面是怎么整理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是整理的区间一直在这一根 K 线的一半上方，所以这一次如果是这一根 K 线，我感觉是更强势于这一根 K 线所以它也不一定会类似马上这样子来崩，已经2天到3天了，没有看到它马上这样子大幅的往下跌，所以也是说明这一根 K 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收盘的价格是一直在这个上方里面来强势震荡，是比这一个一半的震荡整理区间是要更强势所以后面是50个基点，主要也是主力是在逆向思维，因为主力知道散户都是在看新闻，空间的高档看新闻只加50个基点，在这个位置追18000，那主力就顺势压回来。但是现在来到高档只加息25个基点，整个市场其实现在都不同了。今天也是有看到一些新闻，今年可能到圣诞节的时候会到45000或者是
明年后年的话会不会来到10万？包括木头姐也是在讲，比特币未来50万都是有可能。当然，整个长线我的观点是，全部都是一个大利好，只是中线它主力在逆向思维，它目的为了什么？包括美元指数也是一样，主力都是在逆向思维。美联储加息放缓，之前都是75个基点，后面是50个基点来加。那上一次是25个基点来加，其实整个美元指数早就已经价格在提前反映它加息放缓。那来到低档的位置，等到大家都看到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有时候主力就是逆向思维，因为他也在看空间，毕竟空间跌了这么深，也是有反弹的需求。就类似比特币，空间涨了这么多，它也是有横向震荡的需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非农是大超预期，预测值是在18.5万，最终公布的一个数字是在51.7万啊。包括这一个失业率也是超预期啊，预测值是在3.6，那现在的一个数值是在3.4啊。我的一个观点是，可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观点。你可以看一下，很多人是在点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美联储或继续加息。这个加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嘛？美国都已经加息了1年多了，还在乎它会不会继续加息到5%嘛？我的观点是不是利空啊？它对整个大长线来讲就是一个利好啊。问一下自己的心态，很多人在看空的，我知道这一波很多人是踏空的，多少人都不知道。底部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讲，2万、1万9、1万8、1万5、1万6，希望朋友们去抄底。当时是有一大片的空方的朋友在看空，经济在衰退什么经济要硬着陆啊，还是软着陆啊？那现在起来的话，看到经济指标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大长线它就是一个大利好，很多人还是在看空，所以这就是散户思维啊。现在为什么不涨的原因，它不是因为这一个什么非农就业数据是一个利空，这个位置就是有整理震荡的需求。包括这个狗狗币，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短线的形态，目前它就类似沿着一个上升通道在上涨啊，通道有一点不太标准，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 K 线上涨压回来，现在是受到柴犬币的影响，也一直在涨，不过涨幅是弱于那个柴犬。我的观点是，短线可以这样子来观察，这一根 K 线，也是一根表态。只是它整理的结构类似一个上升上法，是基本上全部压回到这一个开盘价附近，然后又上来。短线我们就观察吧，它会不会挑战这一个高位，你就耐心给我持有吧。包括这个以太坊还是一样啊。现在周六周日虚拟量是非常的小，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你如果要买的话还是一样，看区间震荡，看有没有压回这个低档的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